我坐地铁被小仙女污蔑偷拍，甚至她要求我脱光衣服下跪道歉。周围的人都以为我会自证清白解释一番，不料我反手一巴掌让她原地转了2圈半，只因我觉醒了世界之光系统，每当打击一处罪恶和不平，便可获得解气值解锁超能力。你是耳聋了吗？叫你把手机交出来，最好搜身检查，说不定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玩意。好好的一张脸蛋，去学别人偷拍，哼，真不要脸！呵呵，等着进监狱吧。烦死了，还有完没完了？哟，偷拍还有理了？以为装成这一副模样能吓得到谁呀？有种的打我呀！我让你家赔到破产！我看着你这个小丑模样，还没有见过这么奇怪的要求。大巴掌带着破风声狠狠地印在了陈丽丽的脸上，巨大的声音让整个车厢都听得清清楚楚，每一个人都瞪大了眼睛，难以置信地看着。哼，从未见过如此奇怪的要求。我他妈的直接一巴掌过去，看你还发不发癫？啊，他怎么敢的啊？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子做的后果吗？同时，一个户外主播张子韬也在不远处用手机直播着，正好拍到了这一幕。这一巴掌简直是给他开了眼了，而他的直播间在这一瞬间已经炸了。没想到这一巴掌简直是给我开了眼啊！我操，这一巴掌下去的爽感简直难以描述啊！这简直就是勇士。就是这么干，好一个一巴掌下去，看你还发不发癫！我操！这一巴掌特么的太解气了！妈的，给这个小仙女脸了，干得漂亮！从今天开始，面前这个人无论混得怎么样，他都是我哥，太威猛了。而另一边的陈丽丽捂着脸坐在地上，因为这一巴掌还嗡嗡的，而脸上的痛还比不上心里的委屈。自己可是千金大小姐啊！我就算是污蔑他了又怎么样？他这样的底层人，他怎么敢啊？哼！真是的，打了你我都嫌脏。听到这句话，陈丽丽仿佛受到了巨大的侮辱。你，她想要放狠话，但是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她怕你的巴掌再一次呼在她的脸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脑海里面出现了一个声音：叮！恭喜宿主绑定系统世界之光，每当打击一处罪恶和不平，造成影响，就可以获得人们的解气值，解锁各种超能力，包括钢铁之躯、空间念力、热射线。解锁下一个超能力所需解气值500解气值。系统解气值？上辈子被小仙女害死，我就憋屈的不得了。现在好了，我不打算惯着任何人了。你转过头看了看那个拿着直播摄像头的张子韬，露出了原来如此的笑容。看见了你的笑容，张子韬没有回避，只是默默地竖了一个大拇指。兄弟，你牛逼！这边的骚乱还是引起了乘务人员的注意。他看着现场的情况，他都不用想，就知道刚刚是发生了什么。顿时，他便是气愤了起来，走过去将那还在懵逼的陈丽丽给扶了起来。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你竟然敢动手打人，你简直就是一个禽兽！而那些旁边本来害怕你的女人，顿时也是一个个的有了底气。就是怎么可以打人呢？长得人高马大的，看上去一点素质都没有。他这个已经伤害到人身安全了，已经可以抓起来了吧？乘务员，你快通知你们的工作人员将这个人抓起来。这个人和恐怖分子有什么区别？现在敢打人，到时候就敢做更严重的事情。这些女人感觉到他们的气势起来了，声音也是逐渐大了起来。你给我去把这个人办了，我给你钱。你不说我也会帮你的，这个人太过分了，相信我，这个人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个混蛋竟然还笑得出来！你给我好好配合，下一站和我下去，我想会有人接待你的。你再妄动一下，你看看你进不进监狱？哎，兄弟们，该面对的还是得面对啊！现在爽是爽了，但是爽一时，误一世啊！直播间里面的观众也是不由得叹了气。哎，这是没有办法的，这年头污蔑的成本太小了，而打人的成本又太高，更何况对面还是女的。俺老孙来也！有时候该人还是得人啊！这个女的看起来还是有背景的那种人，有哪里是这个社畜老哥能惹得起的？哎，我靠！这么说，这个老哥惨了。小姐，你有了解过刚刚的事情吗？
了解什么？事实摆在面前，你一个大男人打了别人小女子，有什么好了解的？你知道一个巴掌对一个女生来说有多大的伤害吗？不分青红皂白打人，你这样的人就该进监狱，就不该存在这个社会上。对，有本事你再动手一次，我就不信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你一个。我呸，人渣！好，很好啊，给你机会了，你不珍惜？时间就这么秒，他的手指接近快90度弯曲，张娇甚至可以听见他手指的咔的一声。他下意识想要把自己的手收回来，却是发现面前的萧晨的手如同铁钳子一般夹住，根本抽不回来。你放开我！嘿嘿，不好意思，从今往后只有其他人配合我，我不可能配合任何人，而且我很讨厌别人用手指头这么指着我。萧晨的声音不大，却是在让每一个人都是听得清清楚楚。那些本来还在唧唧歪歪的女人马上后退了一步，生怕下一个遭殃的是自己。这个人真的是不怕他们大夏国的律法的吗？他不怕被警员抓去的吗？他怎么敢这样子做？他是疯了吗？女乘务员痛得牙齿都快咬碎了，她另一只手想要尝试掰开，却是发现根本掰不开，而萧晨还在慢慢的用力，仿佛一个魔鬼。你放开我，不然你等等，你死定了！你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楚。姐妹们，上啊！他就一个人，我们这么多人，只要等到警员来了，这个人无论如何都是跑不掉的。上啊！上啊！然而，无论女乘务员喊得如何大声，后面却是没有一个人赶上来的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她现在非常后悔。为什么自己要多管闲事？为什么要帮这一群人？还有这个陈丽丽出头？为什么自己要惹这个无视法律的变态啊？这些年来，她仗着自己的职务和性别，强行干预过无数类似今天的事情，从来都是男人那边退了一步，做出赔偿，息事宁人。她也是因为这些事情得意洋洋，因为她觉得男人天生就应该让着女人，却没有想到今天会遇到萧晨这样的人。那现在可以好好听我说话了吗？什么都不了解，就劈头盖脸一顿骂，还要把我送警局？呵呵。这也太爽了吧！这是我们多少人敢想而不敢做的呀！生活上多少都有遇到这方面的事情，当时因为各方面的条件，还有生活上的压力，每个人都是敢怒不敢言，只能退让。如今你做的事情确实让人扬眉吐气啊！而张子韬的直播间更是一下子炸起来了。我操，这个兄弟牛逼啊！干得漂亮，5倍楷模！这句话说的真霸气啊！从今往后，只有其他人配合我，我不可能配合任何人。啧。就在这个安静的时候，一个强壮的男人走了过来。陈丽丽看到这个人，一下子支棱了起来。郭少聪，给我上去弄他！郭少聪，陈丽丽的追求者，同时也是一名力量强化型异能者。他也是没有想到，买了一瓶水，他竟然成了这个鸟样。我坐地铁被小仙女污蔑偷拍，甚至她要求我脱光衣服下跪道歉。周围的人都以为我会自证清白解释一番，不料我反手一巴掌让她原地转了2000百，只因我觉醒了世界之光系统，每当打击一处罪恶和不平，便可获得解气值解锁超能力。他也是没有想到，买了一瓶水，他竟然成了这个鸟样。郭少聪，跟我上去弄他！你要是弄死他，你提的事情我就跟我爸爸说。放心吧，丽丽，这个人死定了，天王老子来也救不了他。啊！异能局的人怎么会在这个地方？以异能局的办事手段，这个兄弟要倒霉了。你小子，看来你是不死也得死了。竟然敢动手打女生，我一定要把他发到网上去，要让这种人受到千万人网暴他。随后，他直接朝着地铁上的椅子一劈，啪的一声，那椅子连接的钢铁前被硬生生砸断。看到郭少聪这番操作，张子韬直播间的几10亿观众顿时沉默。卧槽，这什么牛马东西？这他妈的打个人都能惹到异能局的头上，这兄弟也太倒霉了吧！如果被这个肌肉男砸一下，怕不是能当场炸开吧？异能局办事本来就只需要一个理由，现在看来这个兄弟是要出大事了。直接狠狠地朝着你头上打去，看着面前的你避都不避，郭少聪露出了残忍的笑容。然而意料之中的惨叫和破坏声没有出现，有的只是一声钢铁剧烈碰撞的声音。那钢铁制的铁棍敲在了人体最脆弱的头部，竟然铁棍都弯了。
郭少聪看着毫发无损的我和手里的铁棍，眼睛顿时瞪到了最大。这怎么可能啊？就算是他这样的力量型异能者，被砸到头部不死也活不成了。我手都震麻了，对面居然毫发无损。这一幕带来的冲击力，无疑是震撼了整个车厢的人，都不由得张大了嘴巴。谁能告诉我这特么的是个什么鬼？这尼玛比超人还超人！看着你那猩红的眼睛，陈丽丽害怕颤抖的后退了2.3步。那一巴掌带来的阴影和恐惧再一次袭来。张子韬看到了这一幕，更是忍不住吞了吞口水。直播间里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也都愣住了。这什么鬼？呵呵，什么狗屁异能者？谁给你的勇气？卧槽，郭少聪不是异能者吗？怎么被这小子打成这鸟样？剧烈的疼痛让面前的郭少聪一张脸都是憋得通红，牙齿都快咬碎了，满脸惊恐地看着我。奶奶的，这到底是谁啊？这给我的压迫感甚至比那 B 级的异能者还要强烈。不行，这样下去自己肯定会死的。想到这，眼神变得锐利了起来，快速凝聚了全身的力量在自己的左手，然后猛然地轰出。这一拳打出了一丝阴影，看着很唬人，而我却是一脸不屑，轻轻一抓便从了身体。郭少聪震惊地看着面前的我，自己的全力一击却被他轻飘飘地接下了。你到底是……然而那个谁字还没有说出来，就被痛苦的叫声代替，因为他的手已经被我捏爆了。郭少聪原本还憋红着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如纸，身体无力地瘫跪在了地上。求你，求求你放我一马！你刚刚不是还想要我的命吗？怎么现在后悔了？郭少聪现在后悔的不能再后悔了，萧晨的实力根本就不是他可以沾染的。为什么我要出来装这个逼？为什么我要英雄救美啊？要是自己当做什么都没有看到，该多好啊！如果自己这只手被废，简直比杀了我还难受啊！而陈丽丽看到郭少聪的惨状和哀嚎，吓得她浑身颤抖着。作为家里面的大小姐，她哪见到过这场面？自己作为一个污蔑他的人，不会比郭少聪的下场还要惨吧？想到这，她几乎都要吓尿了。张子韬看到这一幕，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。我了一个骚刚，这尼玛的就是一个战神啊！他也没有想到，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人，竟然如此的凶猛。然而在线人数正在以一种恐怖的速度上升的，仅是2秒半就飙升到了10万加。挖槽，单手掰断钢铁，一击干倒异能者，这个老哥是有多猛啊？这钢铁还没有投硬吗？丁，收到解气值，已达成解锁条件。解锁超能力真实之眼，真实之眼可用于脑海显示目标的一切罪恶。解锁超能力空间念力，空间念力强制可以通过空间来位移、悬浮、固定、旋转、隔绝目标，可以撕裂粉碎目标。解锁下一阶段能力2万解气值。解气值怎么突然暴涨这么多？随后你开始实验所获得的超能力真实之眼，随着你眼睛上浮现了薄薄的一层星芒。面前郭少聪身上一切罪恶的事情都在你的脑海浮现出来。2016年12月21日，河边，11岁。2017年8月24日，地下室，其中最小的受害者还没满12岁。随着一个个事件在脑海里浮现，你眼睛的红芒越来越盛，握住郭少聪的手也是越来越用力，让郭少聪再一次发出杀猪般的哀嚎。你真他妈该死啊！求你，求求你放过我！你觉得呢？你配活着吗？他怎么可以这样子无情的折磨别人？就没有人敢上去制裁他吗？你突然放开了郭少聪的手，想要实验一下另一个超能力。郭少聪无力地瘫倒在地上，身体因为疼痛而剧烈颤抖。他低头看向自己的手，紧紧地咬着牙齿，眼睛里带着无穷的怨恨。但是想到我那恐怖的实力，他又不由得绝望了起来。忽然，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身体被提了起来，脖子仿佛有着一道无形的手死死扛着。这什么？而现场的每个人看着他就这么被提到空中，使劲挣扎着，都是瞪大了眼睛，眼里带着无比的害怕。面前的场景已经彻底地刷新了他们的三观。他发生了什么？这是有鬼吗？一时间，整节车厢都乱了起来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杀我！我坐地铁被小仙女污蔑偷拍，甚至她要求我脱光衣服下跪道歉。周围的人都以为我会自证清白解释一番，不料我反手一巴掌让她原地转了2000半，只因我觉醒了世界之光系统。每当打击一处罪恶和不平，便可获得解气值，解锁超能力。求求你不要杀我！
2017年8月24日，在地下室；2018年3月21日，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一对姐妹至今下落不明。说我要不要放过你？我每说出一件事，郭少聪的瞳孔就瞪大1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是魔鬼吗？别杀我！为那些女孩子不值得啊！她们这些偏远山区的孩子，还有很多是孤儿，他们都是没人管的。我是异能者，这些卑劣的人本来就是为我们异能者服务的，求你别杀我！听到郭少聪说出的话，车厢里面的人瞬间愤怒了起来，都厌恶地看着他。这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？看来这位正义的老哥还不够狠啊！直播间的观众更是愤怒，真想一巴掌呼死他，还有脸说这样的话？真是受不了了！现在的这个情况都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很难想象平时这个人是有多恶心。我真想一棍子敲下去！你看你长得那个逼，好像上台，哼，斩老子这样的人就不配留在世上，我都不敢想，一个身为国家异能局的人，居然干出了这种事情，这样的罪孽简直是死100次都不够。在空中的郭少聪腿部因为空间的压缩突然凹陷了进去，如同那压缩饼干一般，在场的人甚至都能听见骨头的碎裂声音。郭少聪的惨叫让现场的每个人头皮发麻。现在知道痛了吗？你当时想过那些人的痛吗？一个个这么想，你能下得去手啊？现在你说像你这种人该不该死？郭少聪的2条腿顿时被压成麻花，在剧烈的抽动之下，郭少聪直接晕死了过去。哼，杀了你，我都嫌脏了手。毕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估计比死了还难受。我随手一脚。老子最痛恨自以为是的人。我操，这个老哥有点暴躁啊！随后我看向陈丽丽，她身体一颤，在手机上飞快打着字。看到陈丽丽的这副样子，现在才想起搬救兵，是不是有些晚了点？我一个闪身出现在陈丽丽面前，一把夺过了她的手机。你混蛋，把手机还给我！见到她的反抗，我却更开心了。抬手就是2.3段活。我的大小姐，我可没说你可以站着跟我说话。与此同时，市长陈强突然收到了一条信息：爸爸，快救我！看到自己女儿发过来的信息，陈强当即皱起了眉头，因为自家女儿除了要钱，就是需要自己去解决麻烦。这一次竟然直接发救命，莫非这次真遇到事情了？老陈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我看你脸色一下子就不太对了。是我那个不成器的女儿，她给我发的救命。那你还不去看看是出什么事了？哎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这个女儿每次问钱都说自己出事了，这一次发救命，说不定就是想大敲我一笔。罗少生闻言无语了。可就当陈强点开女儿发来的视频时，他顿时愣住了。只见视频中我眼睛散发猩红之光，而悬浮在半空中的郭少聪正不断地发出极为凄惨的声音，而他的2条腿被空间不断挤压。而随着郭少聪凄厉的叫声，画面突然变黑。爸爸，你快来救我呀！啊，这个眼神，这是要杀人吗？仅仅是几秒的视频，一下子就让陈强心底一紧。能让自己养尊处优的女儿感受到了极致的害怕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视频里面的郭少聪是我认识一个 C 级的力量觉醒者，竟然就被这样狠狠的蹂躏虐待。看来这个人可以说已经是非常强大的存在了。怎么办，老罗？那人是空间属性的异能者，这怎么可能？简单的来说，这空间系的异能者是可以成长到 S 级的呀。要知道，我们异能局局长他之所以能这么年轻坐上了这个位置，便是因为他的空间系异能。听闻此言，陈强冷汗直冒。如果这家伙要杀我女儿，我女儿能否活下来吗？准备后事吧。此言一出，陈强如同晴天霹雳。就在陈强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女儿的聊天对话突然发来了一条视频信息，陈强忍不住点开了。陈强，2018年桥底藏尸，19年雇佣异能者，你也竞争对手满门，22年为女儿处理校园暴力，你说像你这样的人是该死呢，还是该死呢？洗干净脖子等着，下一个就是你了。听着视频里我说的一件又一件的事情，陈强被吓得眼睛瞪大的就像个眼睛。我当众爆出了陈强的丑事后，现场的所有人都炸了。他们没有想到，这个嚣张跋扈的陈丽丽竟然是他们市长的女儿，居然私底下做了这么多黑暗的事情。
陈丽丽完全傻了眼，为什么我会知道这么多事情？这怎么可能？要是被爆出来，随便拎出一件就能牢底坐穿了。想到这，陈丽丽身体不断颤抖。看到陈丽丽的样子，我毫不犹豫又给了她一巴掌。你不要啊！求你了，放我一马！我家有钱，你想要多少都行。求你放过我，我不是故意污蔑你的。我爸爸是市长，你要是动了我，他一定会找你算账的。来找我正好，省得我去找他，你说是不是？